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新一天的直播了。今天是周五吧，但是今天是5月1日劳动节。那么既然是劳动节呢，这个我们还是继续劳动吧，继续来讲故事，继续来直播。至于明后天呢，劳动人民也是需要休息的啊，让我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也休息一个5·1，但是今天呢，既然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还是继续的让我们把该做的直播做完啊！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我估计人应该不会很多啊，因为大量的人在外面玩耍，对吧？这个也没关系，等他们玩耍回来以后来看录播吧。但是呢，我也希望有一些人可以陪着我。最近啊，真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啊，就是各家都在很努力的上新的模型、上新的软件、上新的一些东西。特别是最近好像百度又冲上来说我们要出文心5.1啊，这个不知道到底能做出点什么来。现在呢 Kimi 的 K3 据说是 Q3 发布啊，准备再往上迈一个台阶，然后 Minimax 好像 M3也快要来了，对吧？这个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向一个对齐的方向发展，就有点像安卓手机似的。苹果手机每年会提出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来，然后剩下所有的安卓手机其实长得都差不多。所以国产模型呢，现在真的是在向安卓手机的方向在发展。对，沙发欢迎啊！这个劳动节快乐！是的，劳动节让我再劳动一天啊，然后请大家也陪伴着我。今天不放假，明天再休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哎呀，这么快还有50多个人来陪伴着我，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啊！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故事。有什么话题你们就只管留啊，然后呢，我就秃噜秃噜的让我把这一个故事讲完。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去讨论5·1去哪儿玩啊，有什么好吃的呀，这些事情。然后明天早晨肯定是没有节目了。后面的话，让我稍微的缓一缓啊，让我稍微缓一缓。而且最近的信息基本上都是AI 相关的，其他的东西不是特别多啊，或者说不是特别多能说的东西啊，所以呢，我觉得一直在录这些 AI 话题，谁出什么新模型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大家也会觉得比较烦啊，所以我们就一起都放过对方啊，稍微的休息休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位美国投资人中国走访2周以后沉默了。中国 AI 真的追不上美国了吗？那么这个故事呢，是我2天前看到的啊，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长文。这个文章应该是在3月底写的，不是在中国媒体上写的，也不是硅谷大厂的公关稿，而是一位海外的投资人跑到中国的 AI 创投圈里头，泡了整整2周以后，回去写了这么一篇观察。他见了很多中国的 AI 创业者、VC 以及上市公司的 CEO， 结果他的结论是非常刺耳的：中国硬件啊比他想象的要更强一些，但是中国的 AI 软件比他想象的要弱很多。中国创业者很聪明、很努力、履历很强，但是太一致了啊，就是没有任何反共识的东西，没有任何批判性，所有人都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是，刻出来的一样啊，就是中国的 AI 创业者极大的同质化啊，这是让他觉得很难以忍受的一个点啊。那么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平时听到的叙事呢，一般是2种极端啊，一种是中国 AI 已经全面追上美国了，马上就要反超了；另外一种就是中国 AI 永远只能靠开源，
靠低价啊，这个靠卷追不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啊，就是我们一般听的这两种。那么这个呢，是一位真的投资人跑到这儿晃了2圈以后啊，他给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他不是简单的唱衰中国的 AI 啊，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说中国 AI 的机会不在于复制一个 OpenAI， 中国真正的瓶颈可能是啊，中国真正的强项可能是硬件供应链。稍微等我1分钟啊，这个聊着聊着，然后就突然断线了。好，我们继续。讲到哪儿了啊？这儿呢。说中国真正的强项可能是硬件供应链、机器人、视频生成、AI 出海，以及中国工程师服务全球的市场。但是中国 AI 软件公司的估值可能已经跑得太快了啊！他认为中国的 AI，带来了巨大的泡沫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因为很多人说，哎，跑到中国来看项目，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的是人啊，卷得已经一塌糊涂的这些人。那么按道理说，中国的项目应该特别便宜啊，但是他跑到中国来一看，说你们这软件做的也不行啊，对吧？还这么贵，到底是为什么啊？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拆一下这位投资人到底是谁啊？他为什么来中国？他看到了什么？我们又怎么看待他们的判断？3月份他发文之后，又发生了2个新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整个中国 AI 创投的方向。首先，这个老兄是谁呢？这个人呢叫做何塞玛利亚马塞多啊，是 Delphi Lab 联合创始人 CEO Delphi Venture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葡萄牙裔的美国籍一位啊，长期关注 Crypto 啊，也就是加密啊 Web3 AI 机器人和深科技啊，或者说叫比较高科技的一些方向的一个投资人啊，他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我们就管他叫何塞吧。啊，因为这个纽约啊，在这个硅谷边上不是有一个叫森何塞的地方嘛？啊，就管他叫何塞。那么他的公开身份呢是 Delphi Lab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 （Founders and CEO），Delphi Venture 的 Founding Partner 啊，就是叫创始合伙人啊。Delphi Venture 呢是 Delphi 体系下的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啊，管理着大概200多个项目组合，长期关注 Crypto 啊，也就是加密货币、Web3 AI。机器人啊，机器人也就是这个 Robotex 啊，还有这个他们叫 Deep Tech 啊，叫深科技啊，或者我们应该管它叫一些比较黑科技的东西吧，指的是 AI、航天、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硬科技的东西。这次的文章的标题呢，叫做我在中国 AI 生态里2周学到了什么啊，写了这样的一个标题。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背景，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硅谷 SaaS 投资人，也不是一个只看大模型跑分的 AI 博主，他来自 Delphi 这样的一个机构体系。而 Delphi 最早是干什么的呢？说白了，这个 Delphi 这个机构是做加密研究的啊，专门做币的，做 Web3 投资的，做这种协议孵化啊，做这些事情的一套机构啊，所以它的视角跟正常的投资人可能还要稍微有一点点小区别。所以呢 Delphi 啊，所以呢这个何塞看中国 AI 的方式和普通的投资人是不太一样的。普通投资人可能更多的会问什么？说你的产品有多少用户啊？啊，你的这个年度的经常性收入有多少啊？留存怎么样啊？毛利率是多少啊？一般大家问这个。而来自于币圈的投资人呢，他们会问一些额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系统有没有网络效应啊，对吧？你能不能传播起来呀？这个生态谁能够捕获价值呢？或者说最后谁收钱呢？对吧？你说我做了这个 AGI， 我做了开源，
那钱你咋收回来呢？对吧？这个他是会关注的。还有开源之后还能不能赚钱？项目是基础设施还是表层应用？估值是不是被蓄势吹起来的啊？因为币圈嘛，吹牛这件事儿，大家还是得跟他们学啊。所以他到这边来看到有人吹牛，他就觉得，哎，一帮小孩在我这儿班门弄斧啊，所以他会觉得你们这个是不是又在吹牛？还有呢，他会看什么？谁是最终的接盘人啊？所以币圈的人，你做基础传花，你总要有人接嘛啊，他去看还会问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投资人够不够资深？还有就是这个创始人啊，够不够怪，够不够反共识，这个是币圈必须要去看的东西。在传统的投资里头，其实并不一定非要求创始人是反共识要怪啊，但是币圈一定要这个，为什么？因为币圈的很多项目大家谁也看不懂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看这个行为艺术了，看谁大家表演的好，对吧？如果你真的是很反共识的一个人，很怪的一个人啊，反而有可能会得到关注啊，所以币圈的人出来看项目啊，会去看这些事情。所以他这次看中国 AI 不只是技术观察，也是一次用加密圈投资逻辑审视 AI 创业的一个过程啊，这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 DARFI 这个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稍微跟大家讲一讲啊，它大概是在2018年创建的，最早创建的呢叫 DARFI Digital 啊，叫加密研究起家。这个 Digital 当然最主要是做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研究的一个机构啊，2018年创建。当时它主要是写各种的深度报告啊，分析链上生态，判断叙事周期，理解 token 经济以及其他的，比如说早期项目的一些以及早期项目和开发者社区啊，这是他们最早干的活。然后呢，在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研究室以后呢，开始做叫 DARFI Ventures 啊，就是从 crypto 去投这些深度科技的项目啊。他们自己除了投 Web3 投这个 DeFi 之外啊，他们也去投 AI 机器人，还有脑机接口啊。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Neuralink 就是他们投的一个项目啊。当然你说他在 Neuralink 里头到底占多少股份，我并没有去查啊。再往后呢，他们还成立了叫 DARFI Labs 啊，就是做协议孵化和研究的一个机构，以及呢，他们还做了一个叫 DARFI Intelligence， 就是 AI 专门的一个研究机构啊，就是他们整个是4个机构连在一起的。那么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叫做这个人呢是 DARFI Intelligence 的这个一个研究员啊，叫罗森哈佛蒂，我们就管他叫罗森吧。对吧？就跟超市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啊。他呢也写了一篇报告，他这个报告叫《中国科技现状》，写的相对来说比较像备忘录啊，更像一个投资备忘录一些，就不像何塞那么尖锐啊。所以咱们可以把2篇报告稍微拼起来看一看啊，他会认为中国的 AI 科技现在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啊？他的看法是中国的科创投资呢，并没有结束，但是已经不便宜了，对吧？这是他的一个大的看法。那他们为什么来中国呢？原因也很简单啊，就中国 AI 现在在全球投资人里头是绕不开的一站啊，你必须得来。第一个原因就是极高的人才密度，对吧？中国 AI 创业者的履历往往非常强，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大、中科大，对吧？然后再加上字节、阿里、腾讯、华为、大疆，还写了一大堆的论文啊，大厂的 AI 实验室的经验，产品和工程方面都非常强啊。大家注意，中国在这块做产品通常要比美国还要强，因为我们卷细节嘛。至于工程上啊，因为他们其实真正面对过大规模用户的这个公司并不多 ，OpenAI、Anthropic、谷歌啊，包括 XAI 可能面对过大规模用户。其他的这些美国创业者其实压根就没见过什么叫大规模用户，他们没见过双11，也没见过春运，所以中国这些团队的工程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极强的硬件供应链，因为很多人认为现在 AI 应该开始去卷硬件了啊，所以呢这帮人就要跑来看一看啊，深圳大湾区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机会，对吧？
这些啊，比如说在深圳这些地方，工程师就在旁边啊，模具厂就在旁边 ，PCB 也就是造这个电路板的厂就在旁边啊，这个结构件就在旁边，组装厂就在旁边，测试、迭代、返工，基本上是在一个这个1公里或者几公里的半径之内，通通搞定啊！你要想去做一个硬件出来，它这边迭代的速度是按天算的，而如果这个事情在美国的话，这个迭代速度可能是按月算的啊，所以他说我们一定要到中国去。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创业公司从第一天开始就想着出海，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所有人都发现说没有哪个中国创业公司是不愿意出海的啊，因为国内实在是太卷了。而且这些中国创业公司呢，从第一天开始就在用 Cloud Code 啊，去听硅谷的各种 AI 播客，研究 Cursor， 研究 Lovable， 来研究这个各种的美国的和欧洲的这些创业企业，对于美国 AI 公司如数家珍，产品一开始就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啊，这也说明中国 AI 创业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先做中国市场，然后再去做海外市场了啊！现在中国 AI 创业上来都是第一件事先做海外市场，中国市场卷不动啊，这个时代就不用费这个劲了啊。然后他们去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呢？2周的中国行程见的是 AI 创业者、VC 和上市公司 CEO， 主要呢是在深圳大湾区，上海应该也转了。其他城市呢，在这个文章里头并没有写，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来北京或者上其他地方去了。他们呢去了大疆啊，去了这个影石科技、华为，这个拓竹啊，拓竹是专门做这个3D 打印机的，对吧？他们这些地方都去了。人形机器人的话，去了智源科技、宇树科技啊，就是咱们耳熟能详的这些这个做机器人的公司都去了。大模型的话 ，DeepSeek 啊，这个智谱以及 Minimax、月之暗面啊，这个字节、阿里啊，这个他们也都跑到了。至于 AI Agent 这块的话，Manus、GenSpark 啊，这些他们也都有一些这个接触啊，也就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反正能见的人都见过了。那么何塞这个文章里头核心的观点是什么呢？对吧？以及老范原来也是投资人啊，老范怎么来看这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叫硬件真的强到没朋友但是呢，也并不代表每家硬件公司都值得投啊。何塞最震撼的观点不是中国的大模型，而是中国也不是中国的 AI 应用，而是深圳的硬件生态他的观察大概是这样啊：中国硬件公司正在赢一场西方人还没有意识到已经开始的战争这个说法呢非常狠为什么呢？因为在软件领域，美国还有 OpenAI、Anthropic、谷歌、Meta、Cursor、Harvey、叫 Glen 这个等等一大堆非常非常强的公司。但是硬件领域，特别是在消费硬件、机器人、AI 硬件，中国的优势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整条生态链比如像大疆这个影石，包括这个拓竹，还有这种比如说专门做 AI 录音笔的宇树科技等等这一套他们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些公司的背后不只是产品经理，也不是一个模型 API， 而是机械结构、模具、电池、传感器、电机、芯片、软件、APP、供应链、量产能力、全球电商分发，等于这些东西是凑齐的。在这些东西在其他地方包括在美国，目前为止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追赶的可能在这点里头呢，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中国硬件确实是系统性优势在这里呢，这个何塞说的硬件强，并不等于每家硬件公司都值得投。他的意思更多是中国硬件生态形成了一种难以复制的系统密度，对吧？你不是说我买哪家公司它就一定能涨起来，可能谁也涨不大，但是呢，我们就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体系架构下把这些东西做出来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就是确实很强但是能够投的项目并不多。其实我在深圳那边也是看过很多很多的硬件公司的最后也没有出手这些硬件公司他们做产品非常强，但是呢，你要投资他们指望他们快速长大，
还是挺难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认为何塞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二点呢，是中国软件是真的差，对吧？这是他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点。而且他认为中国软件差的问题不在于能力上，而是市场结构和出海策略上。那么何塞怎么说的呢？何塞对于中国 AI 软件是非常非常悲观的。他认为中国软件应用同质化非常严重啊，这大家都是抄，你做一个，我就一定做一个跟你一样的。很多公司没有真正的壁垒，很多 agent 产品会被大模型公司原生功能直接吃掉。中国没有像 Cursor、Livable 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 Harvey 啊、Glen 这样的这种软件公司，压根都没有，谁也没长出来啊。在这个里头，我们要稍微讲一下 Cursor 呢，是它的产品叫 Cursor， 它的公司叫 Anysphere， 在美国旧金山啊，是 AI 编程领域里的 IDE 啊。这块呢，咱们原来讲过。Livable 的话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啊，自然语言生成网站和 APP。这个叫 Eleven Labs 啊，是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都有办公室啊，是波兰人创建的 AI 语音生成 AI 语音生成声音克隆这个语音的 agent 啊，他做这块的。Harvey 呢是在美国旧金山法律的 AI 平台 Glen。是在 Palo Alto 啊，企业内部搜索以 Work AI 的一个就是 Work AI 的一个就是企业工作 AI 的一个产品。那么中国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软件公司啊，比如他举了3个，第一个呢叫 HiGen 啊，这个呢其实是在深圳起家的，但是早早就搬去洛杉矶了。AI 数字人视频啊，咱们最早看到的郭德纲讲英语什么就是他们做的。第二个就是 Manus 啊，新加坡这个啊，前2天咱们刚讲过他的故事。通用 AI Agent 啊，这也是一个中国团队。第3个呢叫 GenSpark 啊，这个也在 Palo Alto， 但是团队呢，基本上是在这个美国和新加坡，也是由百度啊，也是由中国人团队做的啊。原来百度的团队做出来的东西，做的是 AI 搜索、AI 工作空间、Super Agent 啊，也是超级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路径。说中国呢也做了一点，但是做出来的这个呢都出海了。啊，这就是他的看法。那么在这一点里头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 AI 软件这一块为什么做不出有差异的产品出来？为什么没有这个独立思维？为什么通通都是抄来抄去？原因很简单，在中国做软件啊，这些软件公司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我们叫乙方，对吧？甲方想要什么，你要给他做什么。你说，哎，不对，你这个要求有问题。人家不给你结账，对吧？所以我们只能是按照甲方的要求去做软件啊。中国的软件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思考方式的，因为你思考了，人家不给你钱，或者不买你东西啊，这个事儿是没戏的。另外，中国的 AI 软件其实呢，更多的是在卷海外啊，因为他们也知道在国内是挣不到这个钱的，对吧？中国的甲方不需要 AI 软件，中国的甲方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奴才，对吧？我说什么你给我干什么就完了。对吧？你至于有没有 AI， 你写上有不就行了吗？对吧？他们需要这个，所以呢，中国想在国内做出这个划时代的或者说有独立思考的这种 AI 软件，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啊。那么还有一点我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些 AI 软件其实要比国外卷，对吧？像他们讲的这些 Cursor 啊、Livable 啊，或者其他的 Heavy 啊。迟早也会被 Anthropic 吃掉啊，只是我们这儿觉得，哎，没必要在这儿费劲了啊，咱们就直接卷下一个阶段就可以了，对吧？但是美国呢说我们还可以再折腾折腾，而且他们从全球赚钱，美国的支付能力又很强，所以他们还是做起来了啊。虽然我认为他们现在举的这些例子，包括 Cursor 这样的例子，可能够多苟延残喘个那么1-2年啊，但是最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中国算是卷得更快一些的一个状态啊。这个让我想起那个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做游戏的时候，我们在讲游戏生命周期啊，说这个一个游戏在中国的生命周期可能是半年啊，在美国的生命周期可能是1年。什么叫生命周期？就是你这游戏从上线到用户不爱玩了，对吧？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但是同样的游戏在韩国呢？
同样的一个游戏在韩国可能只有3个月的生命周期，就是他们拿到游戏就疯狂玩，玩完了以后马上扔了换下一个，对吧？所以这一块可能要更卷一点，就是中国的软件啊，所以我们已经卷到下一个时代了。再往后一个观点呢，他认为这个何塞认为呢，大模型的差距是巨大的但是 Agent 时代降临以后，对于单点最强模型的依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了。那么何塞怎么说的呢？他讲的是说，中国的大模型进步确实很快，但是呢，跟 OpenAI、Anthropic 比起来还是差非常非常远的，而且可能很长时间都追不上。特别是在这些开源模型他们中文理解能力可能很强，性价比很强，上下文也已经很长了，视频生成、代码辅助这块都可以使了，而且也适配了国产的芯片，对吧？但是呢，他认为真正的这些前沿能力中国的模型是差得非常非常远的什么是前沿能力呢？就是高级推理长程的这种 agent 执行就是非常非常长过程的执行，复杂代码生成和 debug 就是除错，数学和科学能力这块我们是从来不卷的。多模态的理解，我们其实多模态生成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理解稍微差一点。视频理解和生成可靠工具调用，企业级的稳定，低幻觉，大上下文，复杂任务在这一块呢，中国就要差很远了那么他认为在这一块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绝对领先主要不只是模型参数，而是整个的系统能力，就跟咱们的硬件强，他们完全追不上一样说在 AI 这一块这个 OpenAI 跟 Anthropic 绝对强他们训练的算力推理的算力，数据的闭环，企业的客户这个开发者的生态 API 的生态 Codex 以及 Cloud Code 这样的工具入口，以及真实的商业收入在这一块上，中国这些大模型厂商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追赶的可能这点上呢，怎么说呢？差距要承认特别是在最强的闭源模型上，企业生态上这一块确实要承认。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的模型实际上主要是在中国挣钱，开源了以后呢，在海外其实挣回来的钱是相对比较少的，而 OpenAI 和 Anthropic 是在全世界挣钱，对吧？这个收入差距很大这个事儿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在这里唯一需要补充的就是，虽然我们的模型在比如说数学推理什么物理这种科研上要差一些，但是在现在的 Harness Agent 时代那么这些没有那么强的模型也将就够使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算是中国稍微追上了那么一点点吧，差距要承认。然后再往后一个问题，何塞说的特别有意思，可能会违反大家的一个这种常识非常非常反常识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泡沫。说中国的泡沫比美国还厉害这个是很多人难以理解。说中国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对吧？这个这么多人都没饭吃了，这个能够训练大模型的人都出去送外卖去了，中国怎么还有泡沫呢？这个跟中国一个很特殊的机制有关系何塞呢有一个非常尖锐的判断，就是中国 AI 大模型的估值太高了上市的公司市值也太高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数据比如说智谱智谱是已经在香港上市的，它呢市值是4169亿港币，而收入是多少呢？去年的收入是7.243亿人民币也就是1亿多美金。那么它的 PS 是多少倍这个 PS 就是你的收入跟你的市值之间的差是多少倍呢？533倍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那么下一个 Minimax 这也是香港上市公司，去年的收入呢是7900万美金就不到1亿美金。它的市值呢是2236亿港币，那么它的 PS 呢是362倍这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只有 PS 没有 PE 呢？ PE 是有利润你才能算出 PE 了，这都是亏钱的公司，所以只能算 PS
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美国人是不是也这样呢？这个美国 OpenAI 估值是8352亿美金，年化收入是250亿美金 ，PS 是34倍，啊，比我们这差远了是吧？然后 Anthropic 啊，它现在的话，据说是有1万亿美金的估值了，它的年化收入是300亿美金啊，它的 PS 是33倍，啊，比这种300多倍的和500多倍的，是不是人家那个估值要实在多了，对吧？中国这些平台的 PS 的倍数，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疯狂了？那你说我们找一没上市的，对吧？他们还没上市，他们上市了以后可能也这样，啊，这个月之暗面 Kimi 啊还没有上市呢，对吧？它现在的估值是180亿美金。它的这个去年的收入大概是在1亿美金左右，那么它的 PS 180倍，对吧？所以我们现在从没上市的到已经上市了的这些公司啊，我们的整个的估值和市值都处在一个极度不合理的一个非常虚高的一个位置啊，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所以啊，作为一个币圈的投资人，何塞就问，谁是最后接盘的那个人，对吧？这个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反直觉了，对吧？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 AI 公司应该便宜，美国 AI 公司应该贵，但其实从收入倍数上来看，还真不是这样。美国的是30多倍啊，咱们这个没上市的180倍，上市的都是300倍、500倍，这个稍微有一些不太理性吧。但是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的原因就是前期太内卷了，卷的实在太厉害。现在这些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这些像 Kimi 这样的公司也好，这都是从众多的小龙里边卷出来的啊。当时是6小龙，现在卷的还剩4个啊。实际上有声音的就是这仨了啊，剩下那个接月星辰现在还活着，但是声音并没有那么大了啊。这就是一个卷出来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上市这个事情非常难啊，不像美国上市那么容易啊。而且呢，中国呢必须要早上市，因为我们手里的现金没有那么多啊，你必须要这个在现金烧完之前要上市。美国呢，因为他们现金非常多，你像这1万亿美金的公司 Anthropic 都没有上市呢啊，他们是可以一直融到钱的，咱们融不到，所以必须要着急去上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估值，要击鼓传花嘛，要不然你上市了以后，前面投资人退不出去啊，所以必须要讲这个故事。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股市呢会人为的制造稀缺性，让你没有那么容易上去。那么你上去了以后说，哎呀，我要投 AI， 哎，发现就这2家，那就买他们俩吧，对吧？然后就把全民的热情都集中在这2家身上，那它的这个 PS 就会非常非常不理性的涨上去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讲到这个泡沫了啊，那么再讲一个这个何塞认为更有泡沫的地方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啊，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极度的过热了啊，抢跑实在太多了啊。这个何塞跟另外他这个同事叫罗森啊，这个超市的名字，对吧？他们怎么说呢？啊，他们的看法是公司实在太多了。融资也太热了，估值也太高了啊！他们认为这个中国这些机器人公司估值都太高了啊，不值得投了。而且这些公司都没有收入啊，或者收入极少，很多公司根本就没有证明有真实的场景，就是你可以把东西做出来，甚至你可以量产，但量产完了以后卖给谁，卖出去干嘛使，谁也说不清楚，对吧？现在我们就嘁哩咔嚓冲上去开始造了啊！这个，而且这些赛道里头，比如说有宇树科技啊，有智源，还有叫什么 GoBot。Engine AI 啊，等等一大堆的这样的公司，还有这个供应链，包括什么灵巧手啊、电机啊、关节啊、控制器，就是等于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凑齐了，但是呢，都不知道这东西该卖给谁啊。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说呢，中国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供应链强嘛，对吧？试错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啊。我们就算是啊，这些公司很多都挂掉了。那又怎么样呢？对吧？这个我们就认为这些损失应该被承担，不就可以了吗？就跟我们以前玩这个百团大战、千团大战似的，
那你说百团大战、千团大战是不是很浪费，非常非常有泡沫？是啊，但是最后你卷出来的这个叫美团的公司，它就是一个狠角色嘛。所以机器人这块呢，我估计我们也在走同样的路径，对吧？通过养蛊的方式把最后这个狠角色把它拎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了保证他们最后一定会有人胜出，而不是说所有的行业里边的公司都倒在黎明之前。现在政府还在做政策扶持呢，对吧？还准备让他们一些公司去上市，宇树也好，智源也好，可能今年或者明年都有可能去上市。上市实际上就是叫奉旨割韭菜啊，就是中国的股市是这个相对来说很难上去的啊，你一定是说得到了批准啊，国家允许你上去割韭菜，他们才可以去啊，其他人是不可以来的啊，所以政策呢现在还在很努力的支持他们。当然，问题呢肯定也很明显了，就是机器人视频很好看，翻后空翻做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呢，真正的商业化到底哪一天能够到来啊？最后能够活过周期的到底是谁啊？这个我们觉得还是要拭目以待一下，但我相信最后一定会有能活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呢是何塞认为中国的创始人同质化太厉害了啊，这个他的同事呢。就是罗森认为说，美国人可能看不懂中国模式啊，这个中国模式也许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差异化，但是美国人未必看得懂。那么何塞的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刺耳啊，他说中国创始人的履历都很强啊，但是太同质化，缺少那种极端、叛逆、偏执、反共识的人啊。其实我们看看马斯克、乔布斯，都属于是那种挺极端、很叛逆、很偏执、很反共识的人。对吧？但是呢，他看到的投资人啊，这些创始人都是什么样的呢？顶尖大学、大厂背景，发论文、写专利，执行力极强，工作强度极高，工程能力极强，所有人长都这一个模样。就这些人呢，按道理来说应该干嘛？应该去做职业经理人，对吧？就不应该出来创业。我记得以前有一次也是跟一帮投资人在一块聊天，哎，说特别守规矩的人是不能创业的啊。你们就适合在工厂大厂里边当螺丝钉，对吧？这个是投资人的一个共识。但是问题呢，看上去像是同一个系统里的，这个就是这些人像是同一个系统里边筛选出来的最优解啊。在这一点上呢，我认为何塞呢说的可能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中国整个的教育和职业体系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筛选这个能够回答问题的人，筛选那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人，筛选这个不会质疑领导的人啊，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和这个职业生涯一直在训练的事情。但是你要看清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所有这种在这些非常高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他们都惦记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只是在被别人看着的时候，他一定会老老实实的。一旦有人看不着他了，你看看他们是不是给你翻出花来啊？在这点上呢，我想起一个人叫做蒙哥马利啊，也就是英国二战的时候的这位统帅。他从小生长大的这个环境就是什么？就是他妈总在说，哎，说这个看看蒙哥马利在干嘛，叫他停下来啊，不停的在干这件事情。所以他长大了以后去当兵的时候。成为英国二战统帅的时候，他干的很多事情就让美国将军们觉得无所适从啊！怎么干呢？就是我虽然答应了，但是我可以干点别的，对吧？这个我要看看哪有空子可以钻一下啊！这个当时把巴顿就吓坏了啊！巴顿说：“你上面有命令，你怎么可以违反呢？”这个蒙哥马利说：“命令就命令呗，我有空子，我为什么要不钻呢？我为什么可以不钻呢？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中国的很多创业者其实也是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对吧？他们知道怎么去适应规则，怎么在规则的边缘里边游走，怎么去跨越规则，对吧？他们知道怎么在上面有领导的时候好好表演，怎么在自己成为领导的时候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头大闹天宫啊。这个，所以我觉得何塞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们的人，但是呢，有一点他可能说的是对的啊，就是我们缺乏这种从根本上的这种叛逆。我们还是会去跟这些规则去妥协就跟咱们这些做 YouTuber 的人人人心中都住着中祖部一样，对吧？这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不应该是中组部，应该是中宣部啊，说错了。那么何塞看到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最好的出路就是服务全球，别在中国卷啊。在这点上呢，我是完完全全同意的。这可能是中国 AI 创业唯一的出路。你要惦记在国内卷，根本就卷不出来。所以何塞是怎么说的呢？这个他讲的是中国的 AI 创业最好的出路不是做中国市场，而是中国团队加上中国工程师加上中国供应链加上全球用户加上海外收入，应该走这样的一条路径啊。这个是我自己也完完全全赞同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市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第一个，用户付费意愿可能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啊，特别是企业用户。企业软件这一块呢，没有给这些软件公司任何定义权啊，就都是付钱的人想要什么你就给我按着改啊，按照我要求的改，你绝对不允许有任何跟我要求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你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想去做出有差异性的 SaaS 软件，做出有差异性的 AI 软件，这是不可能的啊！中国在国内根本做不出来，而且大厂的竞争极其激烈，对吧？别说这些小公司了，上面还有腾讯呢，还有字节，还有阿里呢，你跟他们卷死你，对吧？就别费这个劲。模型 API 的价格，这个也进行的模型 API 的价格战啊，非常非常的惨烈啊，这是中国的一个情况。而且同质化复制又特别容易，因为我们也不去做任何的这种专利保护嘛，那么政策和合规的不确定性也很高。AI 应用很难在国内做出很高的收入来啊，所以就别在中国做。但是全球呢就不一样了啊，美国跟欧洲市场是愿意为了提高效率，为了企业知识管理，为了法律文档啊，为了这个视频制作、语音生成、市场研究、自动化工作流，为了这些事情去付钱的啊，而且是付真金白银。所以呢，像咱们做的 HiGen 啊，像 GenSpark， 还有 Manus 这样的公司，才会有这么好的这种发展，对吧？这是他们看到的。所以他认为你去做一个中国版的 Cursor， 中国版的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你还是应该让中国的团队啊，或者中国背景的团队出去做全球的产品，这样的你才可以有能力或者有机会去定义你的产品，否则的话就完完全全是被甲方牵着鼻子走啊，没有任何意义。那么为什么何塞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刚才咱们讲了啊，这哥们儿是一个原来做区块链的人啊，做币圈的人。投资人呢会有各自的投资逻辑啊，大家都会去按照各自的逻辑去干活。有些投资人呢是不愿意说我到底是什么逻辑的，但是有些投资人呢就愿意说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为什么不愿意说呢？原因很简单啊，你跟人说了我的逻辑是什么，别人就会照着样子来骗你。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啊，不同的投资人的这个风格不是很一样。那么作为一个加密圈的投资人，他跟普通投资人是有巨大差异的啊。他的加密圈的投资人，他们所习惯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人已经经历过了叙事爆炸、估值飞涨、项目复制、代币暴涨、收入不足、流动性撤退、泡沫破裂啊，这些都是币圈投资人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他们看到 AI 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熟悉感。说这玩意儿都是我们玩剩下的啊，好多都是这样的。很多 AI 项目看起来也像是币圈牛市的样子，叙事非常宏大。我要做 AGI 啊，这个用户增长也很快，估值非常高啊，收入还没有跟得上，技术壁垒不清楚，大家都在讲 Agent、Workflow、AI、Coworker 啊，都在讲这些东西。很多项目涨都差不多啊，这就是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我熟啊，对吧？这些币圈的人就会有这样的这种感受啊。那么他们会要求什么呢？他们会要求第一个叫价值捕获能力啊，然后呢叫前沿能力啊，这个是他们所要求的。什么是价值捕获能力？就是一个产品有一个能力叫价值创造能力啊。你比如说 Cursor， 我去让人家编码能力啊，编码的效率上升啊，这个叫创造价值啊。Cloud 啊，我让人家可以解决各种问题啊，包括这些 OpenAI 啊，这都是创造价值。那什么是捕获价值呢？收订阅费啊，这个叫捕获价值。所以他就要去问这些中国的 AI 厂商，
你们是怎么把钱挣回来的啊？谁来捕获最后的价值啊？这是他要去关注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前沿能力啊，这也是他们比较关注的，对吧？你不能卷来卷去，大家长得都一样啊，特别像这个长程的 agent 呀、高级的编程啊、复杂的数学、科学推理啊，在这块你们到底谁做成什么样？在这一块上呢，何塞跟他的这个罗森啊，大概是没有在中国看到什么值得看的东西吧。还有他们会关注叫分布式 AI、去中心化 AI 以及隐私计算这些东西，这都是从币圈传下来的东西。什么是分布式 AI 啊？就是这个每一个 AI 啊处理一个不同的项目，比如说有销售 agent、法务 agent、财务 agent 代码 agent、浏览器 agent， 让这些东西可以配合起来去工作。那什么是去中心化的 AI 呢？现在甭管是这个Anthropic 还是 OpenAI， 实际上都是中心化 AI， 我们要到它的服务器上去干活那么这些币圈的人希望 AI 的训练、推理、数据算力、结算、治理不完全被 OpenAI、谷歌、Anthropic 这样的中心化巨头所控制，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去中心化的算力网络去中心化的推理市场看看这一块怎么能够让他们每一家都能够做出贡献，而且呢，可以从中得到收益。如果这个有显卡的人有数据的人，有需求的人，大家都可以做贡献，都可以有收获那么其实就是走回他们 Web3 这条路上了，对吧？这个价值在其中进行流转了，这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而且他们也很关心隐私计算所有去中心化的东西都会关心隐私数据可以被计算，但是原始数据是不能暴露的这块呢，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种需求出来，包括医疗、金融、政务、企业内部的一些数据怎么能够去脱敏这是他们所关注的点。那么，这就是这个何塞他的一些关注点，以及我对他这些关注点的一些点评吧。现在要讲的什么？在3月份，何塞写完这篇文章以后，又发生了2个新的变化这2个新变化，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录节目讲过了现在再去创业，再去做创投，可能又要考虑这些新的因素了。第一个变化就是 Manos 的交易被叫停了。前边何塞还把这个 Manos 的交易作为一个正面典型去举出来说，你看中国也能做出好东西来。现在没了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了。那么代表什么？就是如果想做 AI 出海，一定要早出去，不要在国内闹出名声以后再出去，是吧？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 Manos 算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另外一个 Manos 给大家提醒的地方是什么？要求你回来开会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回来可能就出不去了，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像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 Hyjin 这种就是早早就离开中国了，就是他在中国稍微有冒头的这个影子就直接都搬到美国去了，就彻底把中国的全都关掉所以 Hyjin 现在发展的还可以在国内也没说他什么。另外一个就是 DeepSeek 大降价这个是咱们刚刚录过节目讲的这个事情。那么 DeepSeek 大降价可能就会击穿估值逻辑，对吧？你 DeepSeek 已经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你 GRM 还值这么多钱吗？你 Minimax 还值这么多钱了吗？你拿着 Minimax 和 GRM 股票的这些人，心里是不是拔凉拔凉的？是一个叫哇凉哇凉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一点上这个又有一些新的不同的变化了。而且 DeepSeek 把价格打到这么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估值是不是大家也要看一看了？其他这些谷歌也好，这个微软、亚马逊、Oracle 也好，买了这么多显卡的这个公司，对吧？他们做资本支出成这样的这些公司，他们是不是也得想一想，我现在囤的这些显卡，我到底能不能把钱挣回来这个也需要去思考了。所以这就是一些新的变化。最后总结一下，这次呢，何塞跟他的同事，这个一起在中国晃了2个礼拜得出了一些结论，也引起了一些讨论这个呢不是中国 AI 追不上而是赛道变了。美国投资人在中国走访2周以后沉默了这个
我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不能这么简单的说中国 AI 就追不上美国了。如果你问啊，中国有没有追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前沿模型的能力？现在的答案是很明确的，没有，对吧？如果你问中国 AI 软件公司有没有像 Cursor、Heavy 什么这样的公司的这种高的收入啊，因为 Cursor 的收入还是很高的啊，答案也是没有啊，而且可能很难做出来。那么中国 AI 的估值是不是太贵了？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真贵。300多倍 PS 确实是很少见的啊，300多倍 PE 的我见过，但是300多倍 PS 的、500多倍 PS 的这样的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你说这玩意儿不是泡沫，谁是泡沫吧？但是中国 AI 有没有机会？有啊，而且非常大。中国 AI 的中国公司的机会不是复制一个 OpenAI， 中国公司真正的机会应该是硬件，什么 AI 眼镜、AI 玩具啊、机器人、消费电子、传感器。边缘设备啊，这是中国 AI 的机会，还有各种完善的供应链、机器人、开源模型、AI 视觉和多媒态应用，像咱们做的可灵啊、快乐码呀，还有这个 C-Dance 啊，这都是咱们现在真正比较强的地方。至于做软件，第一天就别在国内折腾啊，出去卷美国人、卷新加坡人、卷他们去啊，其他的 AI 的这种 agent 的基础设施啊，支付身份权限记忆、工具调用、隐私计算这些呢，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就是中国有这么多的软件团队都已经卷成这样，都要去送外卖了，好好在这些地方去使使劲儿。那么作为一个币圈投资人啊，这个何塞跟他的这个同事叫罗森啊，这两个人叫币圈投资人，他们的很多观念呢还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对吧？那么特别是更接近钱的人啊，已经被骗过一轮的人，或者他们已经组织过一轮骗局的人啊，他们再去看 AI 这一块还是有一定深度的。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啊，但是呢，我觉得在这点还是值得好好看一看。最后呢，结尾问大家2个问题：第一个，你觉得中国搞 AI 创业最有希望的方向是什么？啊，是大模型吗？是机器人吗？是 AI 硬件吗？是视频生成还是 agent， 还是中国团队服务全球市场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第二个，中国跟美国 AI 的差距到底是越来越大了，还是正在被快速追赶？啊，欢迎在评论区啊说出大家的判断。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意思的话，那咱们记着啊，这个该转发转发，该这个订阅啊。好，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啊，居然有300人了，真不错啊！咱们看看大家都在聊什么吧。来了啊，欢迎！来了啊，好的，这个转圈了，对，刚才断了一下，现在还是在哈，卡了，是的，放假去了要没有在这里了，黑了，对，是突然有一些网络不稳定啊。软件生态等于平台保留地啊，这个要看他们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软件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变现问题，我觉得变现还是一方面。中国的软件最大的问题是自己没有定义权。不过确实 AI 软件国内的能活下来的不会在中国市场做，比如说像世界模型世界第一，市场国内只有10%，海外90%。其实你像 MiniMax 和 Kimi 以及 GRM 我不太确定啊，这我不太确定。Kimi 跟 GRM 海外收入是占主要的，就是他们在国内收入也很少。老实说，我的顾客要去印度、中国设置办公司做软件，做各个国家分行的这个什么 change request 啊，好吧，这个我觉得他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国做吧，中国的做的又快又好。中国的游戏为什么变成内付费了，也是一样的原因，因为前置付费做不大。这个是这样啊，就是中国游戏这块呢，做内付费，你按照你这个说法呢，其实没错，但是呢有问题啊，不是说前置是收费做不出来啊。现在你比如说像黑神话呀，像什么这些单机游戏前置也是能收到钱的
但是呢，没有后收费收的多啊。其实这个不光是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因为你只有后收费，你才可以砸钱去投广告，你前置收费你就不可能砸钱投广告，对吧？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产品是卖$50啊，那你说我能够花多少钱去砸广告呢？总不能是$40吧？你可能会花$20去砸广告，对吧？然后呢，把这个产品推出去啊，它是这样的。而对于这个后付费啊或者内付费的产品，我们可以在一个用户身上砸$100到$200，然后再把这钱挣回来啊。所以它整个的逻辑是不一样，它在海外也是这么挣钱的。老实说，这个刚才看过了。本质上还是钱的问题啊！中国企业首先要解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就是还是卷呗，还是卷嘛。模型差8到12个月，实际工作能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是你的工作就是日常文档处理和信息处理的话，差距没那么大，大概只差个3个月左右，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说我做科学计算啊，这个那差很远啊，而且很难追上。汇率啊，这个汇率人家也是按汇率做的，都一样的。国际上计价又是美金计价，计算收益啊，这个大家都是用美金计价。中国模型能在中国挣钱，不能赚全世界的钱，为啥？因为防火墙保护了中国模型企业吗？还真不是啊，中国模型其实上都是在全世界挣钱，中国模型主要的收入都是来自于海外，国内压根就不怎么付钱啊，你没想到吧？开源国外平台直接自己部署卖 API， 这个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国内平台跟国外平台都自己部署卖 API， 但是国外平台呢会来给你打个招呼，然后甚至给你付钱买一些技术服务和支持，而中国的平台就是自己在这吭哧研究，研究不明白他还去问你，问完了以后依然不会付钱啊，所以他们在国内基本上挣不着钱。完全没意识到啊，是讲到这个泡沫这一块了吧？所以 AI 要出海去赚全世界的钱啊，这是肯定的。出海合规成本是美国的数倍，其实真没有，这个只有在国内才有合规成本啊，出海其实没有什么合规成本的，非常非常小。要么就是直接不要国内市场啊，优先海外数据中心做海外市场。其实现在确实有很多的项目都是上来直接做海外市场，不在国内做。因为 Manos 其实已经给大家立了反面典型了，你现在国内做起来了，然后你再关闭中国用户去做海外市场，这事没法做。最后接盘的是谁啊？这个概念能再说说吗？不懂就问的脸啊，这个是说这个产品不停翻倍，不停翻倍之后接盘的就是最贵买的那个人是冤大头嘛？啊，这个从币圈的角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你所谓100倍币、1000倍币，总有一个击鼓传花，最后落下来的这个人，而且最后落下这个人呢，他还没法出手，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如果说你这个公司可以正常运转下去，一直稳步的上升，每年你的收入都翻啊，或者能够成个2%，能够涨这个，比如说30%、40%这样的这个速度涨下去，也许过个几年呢，你现在这种估值也是可以，或者叫市值吧，也是可以被承接的。但是500倍 PS 这种事情很难承接啊，最后一定会崩盘的。那么最后一个接盘的人就是最后买单的那个人。现在美国也限制用中国 AI 软件，安全理由。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他从来不敢限制中国人做的软件，对吧？像美国这些公司，你要想限制说，中国人不能在这做软件，不能在这训练模型，他们也做不出来，对吧？你去看看美国这些 AI 公司里头有哪个不是由什么清华的、北大的或者是什么上海交大的人在里头吭哧给他们做模型的？何塞跟你一个名是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大乱斗才刚刚开始，未来5年每个公司都会掺一脚。但是你要看啊，特别有意思，这个中国的百团大战呢，大概是打了1年多，接近2年吧，就结束了。手机战打得长啊，手机战大概是打了我觉得可能有5、6年啊。汽车战呢打的也相对来说比较长。
而人形机器人大战的话，可能我觉得有个3年左右就差不多可以收官了，收官最后就剩个3、5个。现在汽车的话，一般会认为国内应该剩下5个以内啊，不会剩太多的啊，所以呢，这个事情，中国卷的速度是很快的。等美国技术突破后，用中国供应链，费这劲干嘛？直接上中国来造他们想造的东西就完了。我见过这种美国创业者，都是住在蛇口啊，就在深圳旁边一个小地方，应该也算深圳吧。啊，就住在那儿，然后天天跟各个工厂里泡，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东西，很开心的。你到深圳每年去做这个 Maker Fair，就是这个智慧节的时候，也是有大量的老外在里头啊，他们不是说在这一天才跑到中国来看，他们就住在那儿。偏执狂在中国文化下压根儿拿不到投资啊，投资这种人风险太大了。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国对于他们的这些人的这个包容度呢，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并不是说中国做不出偏执狂来，中国好多偏执狂，但是呢，我们要求偏执狂能够演啊，你能够表演成为一个顺民啊，然后才可以去做偏执狂，对吧？所以这些可以表演顺民的偏执狂，通常会比美国那些偏执狂更加偏执啊，因为他被压迫了。何塞不懂东方诸国的生产力是怎么来的啊？这个还需要学习吧？他那些真反骨的，一般都中考就落榜了啊，比如说像张雪那样的是吧？这个好吧，是的，这个最后爬上去的都是两面派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那种，而且他们到最后偏执起来会比前面就已经没法掩盖自己的那些人更狠。同意啊，投资人看到创业者偏执的时候，不会给钱的啊，所以很多创业者学会了伪装啊，他们也需要在公司里面待着吧。AI 是属于全世界的啊，这种东西面前还要搞国别主义，就是作茧自缚，不能再在一个地方卷了啊，这是肯定的，一定是要在国际上折腾啊。其实 AI 硬件也一样啊，只做中国市场的赚不到钱啊，这是一定的，一定要在海外做，在中国市场卷死你，稍微做出点样子来，马上被炒。不会伪装的偏执狂啊，偏执天才，就算不上天才。何塞没有看到马斯克早年中规中矩、一板一眼的那一面啊，他只看到了第一桶金，这个腰板啊，直了腰板以后的马斯克。哎呀，这个马斯克在中国见领导的时候那个样子，咱们也都见过，对吧？这个马斯克还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我觉得中国可能更喜欢像黄仁勋这样的创始人，对吧？你说黄仁勋偏执吗？黄仁勋聪明吗？对吧？但是你看看他在国内怎么说话的啊，在国内怎么去这个跟大家维持好关系的？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叫八面玲珑。Manos 现在只是仅退款了吗？这个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了。Manos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能出名是国内政府给的资源宣传出来的，它其实也不是政府给资源，就是你就不该在国内出名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DeepSeek V4降价是伴随降智的啊，这几天已经出现明显的智商问题了。哎，我还可以啊，我在这边今天还跑了几个项目，用 DeepSeek V4，效果很好。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 AI 硬件啊，这块绝对是强的。禁言了啊，什么都没说，支持老范很多年了。没有啊，我不是看到你的内容了吗？反正我买了安克的股票啊，安克好吧，做充电宝的。我是说，顾客要去印度、中国设置公司做软件，印度我不担心，但是我怕中国卷死我们。在新加坡的那肯定的，中国肯定卷死你。最近宇宙开发的股票都在暴跌啊，已经亏了10%，应该跑路吗？这就不了解了。你等着 SpaceX 上市吧。我周围的日本人都觉得中国的机器人的态度啊，产业很牛，反而周围的中国人持负面或者消极的，比较基本啊，这个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中国人自己有时候雀媚了啊，日本人觉得哎没见过啊，挺好玩的。人性机器人应用场景
应该没有工业机器人广吧？为什么都在卷人形？人形是最终的样子啊，一定最后都是人形。现在之所以你感觉工业机器人用的更广一些，是因为人形实在不好做。啊，这个已经看过了。我都没怎么发言啊，这个你进我言干嘛？观点不同，这个大家可以看看怎么解开一下啊。这个卷人形机器人站在日本人和媒体角度上来说，觉得目前很多生产线和工作环境都是为人设计的，所以人形机器人比工业机器人更加适合各种场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用马车时代的观念去看汽车，你就会觉得它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当然，最后汽车呢是有汽车的场景，跟马车的场景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现在去思考人形机器人以后去干什么，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工业机器人压根儿不需要人形啊，是，所以未来的场景可能还是要再去等一等。没有禁言任何人啊，我在散步，好吧。安克25年招了一大批人在搞 AI 硬件啊，挺好的。这个我们没法回答了啊。好，还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然后啊，这个明后天可能要稍微休息休息。这个我也得过个5·1是吧？我也得劳动者，我也要休息一下。我认为我是个劳动者，没问题吧？然后会员节目的话，这周应该会更啊，但是未必会在周末这2天更出来，可能会稍微晚一点。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其他的，还有一些小话题啊，可能周末有空就聊吧。但是我想出去转一转，啊，稍微休息休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人形机器人更多是一个资本故事。哎，这个事儿呢，其实是这样，大家都在击鼓传花啊，只是看在花掉地下之前能不能实际落地应用。如果没有实际落地应用，那它的花就掉地上了啊。最后一个就是冤大头，如果落地应用了啊，那么就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那么现在给他的所有这些故事都不算事儿。SpaceX 股票我应该不会去买单股啊，我可能会去问问我们的这个投资经理，看看哪家的基金挂了它，配了他的股票，我去买个基金吧。追觅啊，追觅这个人是很疯狂啊，但是他这个我就不太了解，因为他太年轻了。我这里看到是 QY 开头的听友删了一些发言啊，但是也不是这个谁的啊，这就不了解了。QY 谢是谁啊？是他删的啊，我不了解啊。这个，哎，可以出来冒个头，告诉我们为什么去把人发言删了，躺平一下也得休息啊。这个对，然后塔主，我们回头约时间给你装龙虾吧，看看你哪天有空啊。这个5·1期间就可以。基金是什么啊？DXYZ 里边有 SpaceX，等 SpaceX 上市吧，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